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Your Life 美股频道，我是 Ace。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周五，因为美股本周只有4个交易日，所以本期的美股复盘加推演节目提前进行。同时呢，因为6月的美股交易已经结束了，我也会在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6月 Ace 的美股投资收益。屏幕前的各位，如果你喜欢 Ace 平时的个股分析以及周末复盘加推演视频的分享等等，欢迎大家通过视频下方的 Money Life 美股频道导航网页找到我所有的平台，包括 YouTube 平台、Patreon 平台、哔哩哔哩 B 站以及 Twitter X 平台。同时呢，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可以通过 Patreon 以及哔哩哔哩充电加入我的会员社群，感谢大家。视频开头，首先 Ace 和大家分享2026年6月我的投资收益。可以看到图中蓝色曲线是我 year to date 今年2026年的收益率。比较巧合的是6月底和5月底收益率是差不多的，都是70%。而下方的黄色线它是标普500的收益率。可以看到标普500的收益率2026年6月底相较于上个月是下跌了那么一点点，截止6月，也就是2026年上半年，标普500上涨了约9.6%。那么荧光色的柱子呢，就是我的账户净值，然后这个白色的柱子就是我的本金。请注意啊，这个本金是从1月开始算的本金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的本金。那么当然，它们的差别就是最右边红色柱子，这就是我今年赚的钱。可以看到，今年前面6个月。3个月是几乎不赚不亏2月的时候是亏了比较多吧，相对来说。那么后面3个月，4月、5月、6月开始呢，收益开始变得比较好。我也多次告诉会员朋友们，接下来 Ace 的目标是尽量要去保住这个收益，所以很多操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去执行的。然后再和大家分享，截止今天7月3号 Ace 的持仓全景图。先看右上角吧，目前我的现金是8%，我的卖出看跌期权是负的3%。那么相较于之前卖出看跌期权都是负的10%左右，而现金要么是融资负的现金，要么是低于5%的现金，现在这两个数字就显得相对非常的健康。但是总体来说，我的仓位还是很满的，这是我最近半年到1年一贯的做法吧。屏幕前的朋友们不一定要拉的这么满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比如说你的收益、你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去做调整。下方呢，因为昨天我将所有光通讯的股票换成了存储 ETF DRAM DRAM，换完之后，整个持仓板块就显得非常的清爽。为什么呢？目前 RKOB 31.9%的仓位，第二名英伟达28.4%的仓位，第三名 SpaceX 10.4%的仓位，第四名是刚买入的 DRAM 9.3%的仓位。这4个标的就占了约80%的仓位。剩下的仓位呢，包括2.7%的阿斯麦、7.5%的 HIMS 以及3.9%的 Strategy，还有就是一个特别组合。其实这个特别组合1.5%，目前的持仓也仅仅只有英伟达，所以相当于英伟达分为我自己的部分，还有这个特别组合的部分。我也告诉过大家，这个特别组合目前收益不错，接近70%，我就在等待英伟达涨一波，然后这个特别组合的操作就会终止，然后把我赚的钱给我爸妈，他们开心，我也开心，这个特别组合就会关闭。屏幕前的朋友们，你们6月的美股收益如何？你们现在的持仓让你放心吗？在这种波动行情下，你是否能睡得好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，接下来 Ace 将进入个股讲解部分，还是过一下自己持仓的重点股票、本周的操作以及操作的原因吧。首先还是看太空板块 SpaceX 和 Rocket Lab。那么不管是 SpaceX 还是 Rocket Lab，我都在这里画了很多箭头，这些箭头是告诉大家我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买卖。先看 SpaceX，SpaceX 不只有箭头，还有很多标记，还有一个梯形。那么这个梯形是我上周美股复盘加推演就预测说，进入纳斯达克指数应该要涨一涨吧，毕竟有这么多被动买入。然后呢，在首次解禁之前可能是震荡，解禁前后就开始下跌，甚至是破发。目前来看呢，预测的一半一半吧，不算准，也没有完全不准。怎么讲呢？大家看到，我自己是在 SpaceX 上市第一天，红色箭头买入开仓150的位置，然后呢分2次卖出，
波段操作，第一次是这个黑色箭头200，第二次是176，然后它跌到150，我看没跌破，又在第二个红色箭头加仓，然后呢，它涨到170，我又进行了卖出，卖出的仓位是这个红色箭头加仓的一半，也就是说。第一次买入，滚动仓位卖完了，剩下底仓。第二次加仓，把加仓的部分卖了一半，现在继续等待。我觉得要跌破150紫色的这条虚线是不容易的，其实至少到现在也没有一天收盘价是跌破的。所以接下来如果有到什么200左右的位置，特别是进入纳斯达克前后这几天，也就是下周能够把股价推高一点，我就把红色部分剩下的滚动仓位也卖掉。接下来就静静的等待，等待它是否像很多人说的，哎，迟早会破发。那破发我很开心，我就继续去捡便宜，就再去加仓就对了。反正现在仓位不算特别高，我还有很多的空间。不知道你们 SpaceX 上市以来的操作如何，有没有赚到钱？我觉得我对自己的操作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再来看 RKLB Rocket Lab。Rocket Lab 这里也有4个箭头，红色箭头是大概吧130左右，我是减了一些原有的非常重的仓位，然后呢就看着它下跌，非常的吓人。加仓加了3次，目前第一次80，那天刚从潮汕旅游回来，加了仓，这是最重的一次加仓。然后呢91.7是在 Rocket Lab 宣布收购 Iridium 的开盘下跌的时候加了，加的位置相对也比较好。第3次加仓其实就在昨天。昨天我又想了想，它确实有可能还会因为 Peter Pan 卖股票或者其他原因下跌，但是我觉得100再进行小小的加仓没有大问题，所以呢，分3次，最多、中等、最少量的加仓，算是加够了我目前吧，从现有的价格来看，我想要的仓位。那么可以看到，周三、周四2天2根红色的 K 线，而且呢都有上影线，似乎红色20日均线和蓝色60日均线这个交叉点大概就是102、103的位置，很难去突破。那么接下来如果突破就能继续上升，如果突不破，可能就要继续等待了。有朋友特别关心 Peter Pan 卖股，我自己也很关心。那么严格来说，它卖股的窗口是从上一个周五，也就是最底部的这条 K 线开始的。但是目前周四周五已经过去了，一周都完了，还没有看到任何 SEC 的文件，说明有很大概率吧，不是说100%，它还没有卖。因为比如说它周四周五卖了，它可能下周才通告，也是有可能，所以这个说不死。那么我们目前假设它还没有卖的话，下周三会是它最后的卖股窗口，所以呢，它还有周一、周二、周三3天的时间。我不太确定啊，它会不会卖？因为按照105B-1的计划，CEO Peter Beck 是要卖500万股，但是他也可以取消的。我个人觉得取消的概率不高吧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等着 SEC 的通知。至于卖股会不会把股价砸下去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股价现在也没有算特别高嘛。如果说现在股价在150了，130砸下去很正常，但是现在100左右，在收购 Iridium 这个强大的外部事件推动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要砸太多也不太现实。所以我在周三、周四就告诉朋友们，如果一旦它卖股砸下去，其实是加仓的机会。昨天呢，我有点心急等不及，就少的加了。如果砸下去的话，我还可以少的再加一点。所以目前 ACE 对 Rocket Lab 的整个位置股价是比较有信心的。它从150跌到80，简直就是地狱级别的下跌。现在反弹起来了，我不太认为有条件能去跌破80这一条非常重要的线了，这是一个底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中子还没有发射，对吗？从目前开始到中子发射，无非就这几个关键事件。第一就是2季度财报将在8月份进行。那么2季度呢，火箭实验室发射了有6次电子火箭，本来有第7次，但是第7次最后发射点火的时候终止了，很可惜。不过6次也算平均吧，至少我觉得不能期望2季度财报火箭实验室就是让市场很失望暴跌这种情况。然后呢，从现在到4季度，直到中子火箭发射之前，大家都会对中子火箭发射有一个预期，所以这个预期我觉得大概率会抬高股价的。因为在发射之前，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发射失败，对吗？所以市场会有期望。如果你很谨慎，
想等着低价去接，但是一直等不到，那么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机会就是它的种子再次延迟或者失败。我自己是不愿意这么去等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想要买够足够的仓位，所以还是看屏幕前的各位是否想法和我一致，还是不同，根据不同的想法再去做操作即可。对于 RKLB 收购 Iridium 的分析，我单独出了一期视频，大家可以去回看，所以在周末复盘加推演就不再啰嗦了。接下来简单看一下特斯拉，虽然我已经不持仓了，但是我依然在关注它。那么特斯拉自从我把剩下的仓位375卖了以来呢，它就一直涨。然后呢，很多人就嘲笑我，但是我觉得没关系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周五呢，暴跌了7.5%左右，股价又回到了400的下方。其实周五特斯拉发布2季度的交付消息，这些消息是不错的，你包括储能啊，也是回到了大家的期望，不像1季度这么失望的储能数字。然后车辆的交付数据也很好，而且我非常开心，因为我自己购买的特斯拉 Model Y L 也是在6月底交付的，算是这个交付数字的一份子，总算是为特斯拉贡献了一些。我也在不同的会员社群以及社交平台说。开了特斯拉 Model Y L 一周，我作为一个菜鸟，第一次开车，第一次接触特斯拉，我非常的适应。尽管对于驾驶技巧以及道路安全，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，因为我还是一个新手司机。但是特斯拉的操控感给了我这个新手司机很多的自信，非常的开心。其实可能很多人会问 Ace，你卖掉特斯拉之后会不会接回来？我相信未来一定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会买回来，只是说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位置、什么情况会去买。你比如说现在的价格是393，有可能吧，它之后还会回到375下方。那么我会根据它的价格，以及比如说接下来7月底会有2季度财报之后的走势，再去做判断。大概率呢，我不会很快的把它买回来，因为现在是6月，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，特斯拉在2026年全年，它的这个股价涨幅应该不会特别大，所以呢，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，可能等到3季度吧，看一看3季度尾4季度初，如果有更好的机会，如果我觉得时机差不多到了，又有仓位，再买回来。然后呢，我也简单说一下我目前的重仓股英伟达，我不会说它的价格、它的技术图形，我只是想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。目前我的英伟达持仓接近30%仓位，其实英伟达我没有赚到很多钱，我们也知道，在过去接近1年的时间，它的股价真的就是几乎没怎么涨，对吧？我们看到从去年7月30号、8月初，它就来到了180的上方，那么现在的价格也才194，所以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在过去1年很差。那么为什么我愿意这么大仓位去压住英伟达呢？就是我觉得英伟达让我比较放心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心态，就是它没有帮你赚钱，但是你拿着安心。相对于特斯拉，英伟达会让我安心一点，这是我的实话，这也是我从特斯拉换到英伟达的一部分原因。所以呢，本来英伟达只比特斯拉多一点仓位，现在再加上特斯拉的仓位，我的英伟达仓位就变得很高了。接下来它可能会跌吗？当然有可能啊。比如说这个紫色的虚线182的筹码峰，不排除还会去试探。那么就算跌到182，我自己也不会慌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英伟达就是一只在这个美股七姐妹里面，目前 ACE 最信任的股票。同时呢，最近 ACE 对于美股七姐妹一些其他公司，特别是4大科技巨头，比如说微软啊这些看法，引起了很多朋友的不满。那么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不喜欢微软，我自己不会去投资微软这样的观点不是新的。我大概在年初还是去年尾吧，就有类似的观点。每个人投资都有自己的喜好，那么 ACE 对于自己的投资喜好是非常的爱憎分明。就是作为消费者，我非常不喜欢微软的产品，而微软的企业管理目前我也看不到很多亮点，股价也是非常拉胯，所以我只是向大家真诚的表达我的意见。然后呢，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你不是我的会员朋友，你不用听我的；如果是会员朋友，我会非常真实直接的表达我的观点。至于要不要去听，大家可以结合自己意见去看。因为我说它不好，不代表它不会涨；我说它不好，我也没有能力就这个资金就把它压下去，对吧？所以，对，反正和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吧。对于英伟达，我为什么要重仓？对于美股七姐妹里面其他公司，为什么我相对不看好？这些我在日常的 Twitter 都有很多发文，大家可以去追踪。谢谢。视频的最后一部分也很重要，我们来说 DRAM 这个存储 ETF。那么 ACE 是在昨天把所有的光通讯都换成了 DRAM 这个 ETF，买入的价格是65。当然了。
前天大跌10%，昨天买入又跌了8%，所以目前是小小的亏了一些。不过这个亏损我是完全可以承受的。我也告诉大家，我去买入 DRAM 不会马上就去止损。如果它继续下跌一点，我也不会去加仓，我只会等到它跌得很厉害的情况下才会去加仓。也就是我现在是谨慎的持有、谨慎的加仓的态度。首先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，在早前我明确说过不想去追高存储，为什么现在要去买呢？其实每一个博主他说的话，它的时效期都是有的，因为当他说每一次观点的时候，股价是不同的，他的持仓是不同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某个博主说了不会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，就是我不可能每次说一句话都要加上很多限定条件，对吧？这个希望大家理解。之所以现在想去考虑，是因为我觉得 DRAM 从最高点80跌到我买入的时候65，这个跌幅是相当不错了。而且我心里也非常明白，我早前持有的 LITE、Lumentum、Nokia、NOK 以及 TSM Tower、Semiconductor 这些股票，其实光通讯板块的走势和存储的走势虽然不一模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有一说一，大方向是一致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从光通讯换到 DRAM 的逻辑，第一点就是我认为 DRAM 这只 ETF 它有一些超跌了，可以去搏一搏。第二点，我觉得 DRAM 它反弹的力度，如果都在反弹的情况下，会比光通讯好一些。我觉得现在说我这个论断对不对，还为时尚早。但是至少从昨天来看，我们看到 Lumentum 跌了9%，然后我的另一只持仓股 TSEM 是跌了11%，接近11%。诺基亚跌的最少，也跌了6.5%，而 DRAM 呢是跌了8%。而且今天韩国股市开市，好像海力士还是涨的比较多，所以非常有希望周一美股开市，DRAM 会反弹。嗯，对，这就是以上的心得吧。当然，要持有 DRAM 多久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目前10%的仓位，要说重也没有那么重。如果有一波反弹，有一定安全边际，我就拿着。为什么从光通讯要出来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在光通讯身上，LITE、NOK 以及 TSM，总体这3只股票加起来没有赚太多钱，就赚了几千块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呢，我深知当他们再跌下去的时候，我会亏本，而对他们的未来短期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情况下，我就不想去持有了。你比如说 LITE，它过去的走势就是波动非常大，然后呢，昨天一根大阴线跌破了黄色的120日均线，确实是挺难看的。这个操作可能很多人也不喜欢，但是我还是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，让自己的仓位稍微再简化一点，看一看我在 DRAM DRAM 存储能不能赚到钱。如果亏本了，要止损还是加仓，到时候会再通知大家。谢谢。好的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